南新铁路这一条中国新疆首条高速铁路呢，嘛算是这个世界上上长的啦，1776公里，安尼有长无？南新高铁从甘肃省会兰州至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经过甘肃，还有经过青海等地，咱即嘛就坐这条南新高铁。向前走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小的山门，它只有门，但是呢没有城墙啊。咱们在这个地方要乘骑骆驼，乘骑骆驼之后，从这儿要骑到我们这个后山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咱们骑完骆驼之后，让看完景色之后呢，从这个地方呢再返回到月牙泉。那咱们待会儿呢会给大家有发一张骆驼票，这个票呢大家全程带好，全程都要使用的。那咱们在这个地方呢下骆驼之后，咱们要步行约200米，
啊，向前走，然后呢就看我们注意我们右手边呢就会看到有一些古的建筑物，在古建筑物这个地方，它的下边就是我们的月牙泉，那这个就是我们去的路线。返回的时候呢，我们从月牙泉这个地方一直要走到我们这个对面观光车这个地方，然后咱们从这个地方呢乘坐观光车返回到这个位置，沿着这条马路返回到这个地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参观路线。那到达这个地方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步行到达我们的这个出口。所以说咱们从这儿到达我们的检票口这个位置的这个路线都是往返的，大家呢稍微的记一下就 OK 了。咱今麦来到的这个是鸣沙山月牙泉。鸣沙山及月牙泉，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来过了哈。鸣沙山因为沙子的滚动声音而得名啊。那这个沙呢，对这个流沙呢积聚而起来哦，一山接过一山，全部拢是沙啊，安尼接起来，这个叫做鸣沙山哦，很壮观哦。最高峰的海拔呢，大概1700多公尺啊，这个所在。那1700几公尺的月牙泉呢，就在这个鸣沙山的这个环抱当中哈，就是这个鸣沙山内底有月牙泉的地方哦。那因为库是一湾新月哈，就是尾牛所以它改叫做月牙泉哦。那个鸣沙山三面呢，拢有月牙泉哦，泉水呢真清哦。过了清冬哦，拢袂打去哦，所以这是真特殊的所在。但是我跟你讲哦，即马大自然的气候啦，一定变甲吼，咱拢掠无啊。所以这大家若出国佚佗吼，爱了解吼。我常常当节目当中你讲吼，所有气象报告吼，拢有好了20%是无准的吼。一定尽量准啊，因为即摆气候吼，无人掠会准啊，安尼了解无吼？有的人吼，感觉讲吼，定好时间呢，一定得看到啥？即摆这真歹讲，就像内底月牙泉小港，即内底这个水啊。来，我们继续来欣赏一下这一个千年不干涸的月牙泉哦。现在月牙泉的水位呢，跟以前呢一定差价侪啊，退价侪啊。鸣沙山月牙泉啊，这两个所在合做伙。鸣沙山啊，再讲一次哦，鸣沙山啊，这个山啊，徛落地的所在内底有一个月牙泉哦。相传说法之一，月牙泉的源头啦，就是这个叫做党河。一靠这个河水哈不断哈，拢有这个流量哈。所以呢，党河跟月牙泉之间呢，曾经因为断流哈，现在因为断流和采用人工方式来保持泉水哈。目前啦，听讲是安尼哈，这个气候的变化呢，月牙泉其实一定会打起来，但是为了要保持这个所在观光的价值哦，所以唔刚好打起来。40公里长的鸣沙山黄沙绵延不绝哈，一堆一堆的落德呢，就再游起对这个山顶行去。这个游这落德啊，这落德踮这个所在是安怎你知无？这落德踮这个所在呢，是有一个重点哦。这是古拉经当地起落德的这个商人啊，他们这个商人呢，就把这个骆驼呢聚集在一起，联合的做生意哈。所以团队来到家呢，正常来讲，我们都会骑上一下骆驼哈。当然了，这个台湾也不免俗的哈，台湾团体来到这边呢，也会坐骆驼。来到这呢，卡洛德呢是一定必备一
一个项目啦吼，一个项目吼，有的人真知影通享受，有的人呢都唔知影通享受所以呢，这是较奇妙的所在那这个坐上去呢，爬上沙山的时候呢，你几乎整只脚呢都会陷入在这个沙漠当中沙子当中，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变成是大家来到这边呢，懂得这个那换上他们鞋子，让比较 OK 啦就让你不会陷入沙子当中，对不对就让你比较方便一点袂讲行来都无小心落去沙内底70年代中期，当地的垦荒造田呢，大量的抽用地下水灌溉，加上周边的植物的破坏、水土的流失，导致成敦煌的地下水位急剧下降，使得月牙泉的水位呢急剧下降。在治理工程在月牙泉周遭修建蓄水池，向地下水这个补充，透过提高月牙泉周围的地下水呢，来保持这个月牙泉现在的水位高度那爬上来刚好看到水池时呢，会有时候呢会觉得月牙泉怎么那么像人工的那现在当然了当然现在很像人工的了那在这一个滚滚黄沙当中呢，小沙丘当中呢，我们就走在这个连绵40公里的那个沙滩上面然后呢再看看这个月牙泉哇，这个沙漠中的这个绿洲一样所以这个月牙泉呢，是一个我个人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在中国大陆可以看到沙漠景色的除了这边呢当然还有那个响沙湾蒙古那附近也有在新疆、蒙古等地都可以看得到这非常特殊的景色。那月牙泉呢，也是敦煌的8景之一月牙泉也是在中国呢非常有名的其中一个所在那在这个地方呢，嘛是来新疆你绝对爱来行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风景区那听人讲这个鸣沙山的日出甲日头落山是非常的水但是呢对团呢真歹势啦对团的时间有当时抓都无遐拄好但是当中国这条丝绸之路遐古老的所在我跟你讲来这看这风景坐这绿岛啦当这看这个甲中国大陆一寡无啥相共的风景。中国大陆的东西南北呢，风景点分了真明你到甘南地区啦水乡啦、广东啦所看到无啥相共，到桂林、到贵州这个所在看到拢是喀斯特地形有无到东北到东北你得再看到一望无际宽阔的这个田那个地冰雕啦，甚至你有机会还可以上长白山，长白山很漂亮的然后你到西部地方呢，尤其是新疆、蒙古，你就可以看得到哇，这些沙漠型的气候呢，非常的棒也非常的特殊。所以呢，来到这边呢，很重要很重要骑骆驼看看这个中国大陆的大漠风光我一直觉得新疆是一条非常值得旅游的路线当然很多人也会开始觉得中国大陆我们这种捡了满扣冷沙满扣你真觉得中国大陆可以做到那么便宜吗我常觉得中国大陆要做到那么便宜是不简单的虽然大家很多人还是把中国大陆停留在非常便宜的阶段，但是中国大陆真正呢不要俗啦来看风景看这个这个鸣沙山月牙泉
沙山沙漠或沙丘当中啊，哇，你个看哈，这日头炎无，但是讲嘛真奇妙哈，它的太阳虽然很大，但是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干燥的气候，较干燥的天气呢，你当这当中你行的时阵呢，你就袂感觉规身躯那凉滴滴哈，这是日头真晒啊，日头真晒，你走起来就比较怕晒伤而已哦。那这一个鸣沙山呢，以石英为主的细沙砾前面有介绍过，因为风吹震动，然后呢，这个沙呢滚落来相互这个摩擦，所以呢，沙粒呢，当气流当中呢，安尼旋转，安尼冷，安尼整造成了这一个嗡嗡嗡的声音呢，所以呢，就改叫这鸣沙山。中国西部地区，鸣沙主要的这个地区呢，就是沙漠就是沙漠。这些沙丘呢堆成山状又称为这个鸣沙山哦。那鸣沙山其实形成呢已经有这个3000多年了，而鸣沙的记载呢由来呢也非常非常的久哦。那中国有4大鸣沙山哦，这4大鸣沙山呢都是因为这个沙子呢所产生出来的声音哦，所以改叫做鸣沙山。在新疆的地方有这个巴里坤。内蒙、宁夏弄我这个鸣沙山，那敦煌这个鸣沙山就是我们这一趟来的是丝绸之路上面最特别的一条景观道路哦。这个所在呢，在这一个巴丹麒麟沙漠跟塔克拉玛干沙漠、这大概读册一定让我读过啊这个过渡地带这个鸣沙山有2个较奇妙的所在，人若是对山顶安尼撸落来脚的沙会明明安尼作响那早些人若爬山流落来脚硬呢，第二天这个呢它的痕迹呢会全部被覆盖掉。鸣沙山沙翁起伏，山呢就有这个像龙一样的背脊宛如一座金山，所以呢，鸣沙山又曾经被称为叫做什么？叫做沙角山，是因为沙的沿线高桥比起来，这个它的后边呢有一座石窟叫藏经洞，16号洞窟。16号洞窟的北墙壁呢有一个17号洞窟来贴贴。那这个洞窟呢，它呢是里边有很多的经书壁画，但是呢当年被发现之后呢，没有保护得很好遗失了很多，在全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当中都有那我们现在呢，这个人们对艺术的追求越来越高。莫高窟呢，俗称千佛洞，坐落在这个河西走廊西端的这个敦煌，我们又叫它千佛洞。这里所在不是很容易摄影这个地方以精美的这个壁画跟塑像呢，闻名全世界。来到丝绸之路，我告诉你，莫高窟是最大的一个旅游景点。这里建立16国前秦时期，经过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朝历代的兴建，到今仔形成这么大的规模，所有的这个洞窟佛窟当中我感觉上界有名震撼的，就是莫高窟。现在这个洞窟呢，有700几个这700多个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壁画这个壁画呢有4.5万平方米泥质的彩塑就是捏塑的那个泥人有2000几尊是世界上今嘛规模上大、内容上界丰富的一个佛教的艺术中心近代以来，佮发现真侪藏经洞藏经洞唱啥玩意？唱经书这个很简单唱5万几本的这个经书，但是这莫高窟里面这个千佛很多地方都是不能够拍的啦那莫高窟近代以来受到许多人为的损伤文物大量的流失这个完整性呢已经严重的被破坏了
今晚呢，在1987年的时候，它已经被列为世界的文化遗产。莫高窟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还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的4大石窟。莫高窟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跟重庆的大足石刻呢，在中国都是一样哦，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4座名录当中哦。那这一个莫高窟呢，也位于这个鸣沙山上面的断崖这个所在哈。莫高窟呢，其实呢，在隋唐时期呢，随着丝绸之路这个繁荣，莫高窟呢更是加兴盛了。在武则天的时代呢，得1.5千几个洞窟啦哦。当时的安史之乱料呢，敦煌先后有吐蕃还有归义军占领了，当时呢活动呢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哦。那莫高窟呢，慢慢的衰落下来呢，是在西夏和元朝的时候，慢慢的衰落下来，仅是重修呢，新建的很少。元朝了后呢，丝绸之路呢废弃了，莫高窟呢从此也就停止了兴建。那慢慢的呢，莫高窟呢就消失在世人的视野当中哦，一直到清朝时阵呢，又开始被人家注意，但那个时阵呢，就改叫做千佛洞哦。今来的呢，我们其实常常不管在欧洲、欧美国家呢，常常看到什么湿壁画哈，壁画，其实在莫高窟当中的壁画，就是它最大的这个遗产之一啊哈。那这个里面的壁画呢，形成了主要的这个洞窟呢，这4面旁边呢，非常非常的壮观哦。那这里面呢有佛像啦、佛教的故事啦、佛教的这个经文啦、哈等等呢拢有哦。那莫高窟所伫的这个山啊，这个土较软啊，土较软啦吼。土较软，什么土较软？土较软吼，无适合做这么石刻啊。所以呢，莫高窟的里面的这个泥塑雕像的造像啊，就是4大大佛为石胎泥塑以外呢，其他都是木骨泥塑哈。都不是用当下的这个木质下去做，就有用木头支撑在里面的哈。那在莫高窟里面的第96窟是莫高窟最高的一个洞窟，这外面呢穿凿附会的9层楼，让它到一定有看到，咱加河一定有翕吧哈，是莫高窟的标志性的象征啊。那在莫高窟里面，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了说，莫高窟它这里面保护得很好，所以想必应该是要进去拍是有一点点的难了哈，有一点点难。隋唐时代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隋唐时代也是中国佛教发展最大、最正宗的时期其中一个。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敦煌莫高窟，每一年的丝绸之路，每一年都特别的精彩。丝绸之路值得你亲自来一趟，非常的美丽跟壮观。那当地人呢，在开春那段时间呢，就是以它为主食，因为呢，它既有面，又有那种用它种子做的，所以营养价值还算是比较丰富的。它做法比较简单，将这个榆树的种子摘下来之后，放入到锅中和面和在一起上锅蒸，蒸好之后，然后呢，将这个榆钱就可以晒干了。那晒干的话，在我们敦煌这个地方，因为在以前它是一个战争频发地，在古代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东西它被一个用于战略处资啊，战略处资。然后呢，就把这个榆钱呢放晒干。那到要食用的时候呢，可以稍微上锅蒸一下，蒸湿润了，然后呢放入油锅烘炒一下，然后呢再在里边加入人们爱吃的菜花，或者是韭菜、大葱，或者是香菜。只要你想爱吃什么，可以放点，继续增加一点它的鲜味。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榆树。可食用的部分，它现在可食用的部分已经看不到了，只有在开春的时候它的种子，因为呢它的这个形状呢就像一个铜钱一样啊，中间呢。
丝绸之路啊，丝绸之路，我们很多人呢，我就把它简称叫丝路哈。这一趟丝绸之路呢，我还是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它叫做丝绸之路。公元前200年呢，的是西汉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以这个长安呐，就是今天的西安啊，这一个起点啊。经过的甘肃、新疆，到达了中亚、西亚，连接到地中海各个国家的路上的通道，这条道路就被叫为西北的丝绸之路。为什么叫西北丝绸之路呢？因为丝绸之路其实并不是只有一条，其实呢，丝绸之路还有海路哦，还有其他的路线。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西北的丝绸之路，也是大家认知最强烈的丝绸之路，就是在这一个新疆这一带哈。另外呢，这一条西运的货物中心呢，以丝绸的制品呢，影响最大，大部分东西纹这个丝绸哦。因为那个时候地中海还没有丝绸这么精致的布料，所以呢，又把它叫做丝绸。当时的丝绸几乎都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作哈。你该想看嘛？今麦我当下看到中国制作开始摇头哈，但是以前这叫做中国制作哈，所以基本上呢，走向了定于两汉时期，包括这个南道、北道、中道3条路线了。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的电视剧啦、历史剧啦，都以这一个丝绸之路作为它的一个背景，开始呢发展起很多的故事哈。包含在这整个新疆区域也发展了出中国最有名的《西游记》。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呢，中国跟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呢迅速增加。通过这一条贯穿的欧亚大道，中国的西亚啦、丝绸、缎、绢等丝制品呢，源源不绝的呢，得上到欧洲跟中亚去。中亚记的就是对哈，记的今仔阿拉伯啦，记的今仔土耳其啦，所以它的东西呢，希腊、罗马人当中的塞里斯国称中国人为塞里斯人。所谓的塞里斯，其实他们讲的塞里斯这个字义呢，就是丝绸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常常在看书上常常会讲塞里斯人，为什么指的是中国的人的原因是这样，就是丝绸的人，丝绸出口的人啊。19世纪的时候呢，德国地质学家呢，将张骞开辟的这一条东西大道呢，誉为丝绸之路。当时瓦构朗呢，把它撰写以这个张骞出使西域的这一条路线呢，作为基础的研究，写成了丝路。从此，丝路这一个名称呢，就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啊。所以你说以前的人厉不厉害哈？以前的人以前的人，你无什么 GPS， 无什么地图啥货，也在行出一条属于家己的路，这就是做不简单的路。丝绸之路包括的就是我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些哈，所以我们常讲丝路，原因是这样子哈。那从东亚开始呢，连接中亚、西亚，进而连接到欧洲、北非，这条东西方交通的路线的总称。后来我们很多世界上很多人都把它称之叫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呢，在历史上啊，有真大的意义啊！哈，这个欧洲、亚洲大陆的交通啊，就是靠一条中国啦、印度啦、希腊3种主要文化的交流的所在，嘛是这条路哦。啥呢？因为你有物品的这个交流嘛，商业的交流嘛，就代表啥话？文化你就会交流啊！你穿的衫，你娶的某，对不对哈？你的文化，你讲的话，就有人会小可。会学嘛吼，所以你今仔到对，你到这个土耳其的时阵吼，你也在看到土耳其有非常多的驿站啊。然后你看完这波人，你就可以知道，有时候到土耳其我们还在驿站吃饭，那个就是代表是什么？代表着丝绸之路的痕迹啦啊。在新疆，按照这个路线分为南中北3条路线下去走哦。2000多年来，横跨的历史2000多年来，按历史划分呢，秦朝、汉唐、宋元、明清4个时期呢，线路、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呢又不太一样哦。那但是呢，人们基本上呢，大致上就把丝路统称为叫这个地方哦。董林长被细细的讲啊，中国大陆还有玉石之路啦、珠宝之路啦、香料之路啦，哇，什么路哈，太多路了，走不完了。
咱这道来，丝绸之路哈，来，今晚呢要来听下什么关？雄关啊，第一雄关啊，嘉峪关啊。OK， 来，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来看看它有多么的雄壮啊！我们现在呢，穿过这个东闸门之后呢，就进入到了它的内城。其实呢，我们的嘉峪关城楼呢，它的防御体系这个并不是第一个。在这个之外呢，还有护城河、护城沟啊。西北这个地方呢，干旱少雨，所以呢，就挖一些很深的战壕，里边放上刺桩啊，来让敌人呢在这个地方呢减速。同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半马坑啊、月畔城都会有一些防御体系在周边。